华晨宇用4个徽章换踢梧桐10脚。我上热搜我倒没想过，嗯但是我很后悔，我不应该给他银徽章，我嗯，应该问我拿一个金徽章来换。我觉得他可能会换，可能就好吧，因为他银徽章太多了，他已经有5个银徽章了那个时候。然后所以就那种粉丝也开玩笑说，你跟花花最近什么仇什么怨？花花怎么如此想报复你，也要换踢你10脚？但是还好吧，最后他也真正的没有踢我，就是沙溢杨迪在踢。其实花花这么说，但其实没有踢。就我们花花就口嗨一下，并没有真的给你付出实际行动。对呀，我觉得花花是个很温柔的人，他不会踢吧？哎，那你上次也说了花花很温柔啊，那你花花对你干的最狠的一件事儿是什么？你还记得吗？就我做最狠的一件事，他好像真的没有对人做非常非常狠的事，他都是比较温柔的，我觉得。从来没跟你哪怕开玩笑啊，什么私下什么那种玩游戏啊之类的都没有。都没有，但他非常较真儿，倒是就是我们录制的时候，他其实会是思考时间最久的那个，然后他也会分析很长时间啊，就是因为他要很仔细的思考，如果他想不清楚，他就会先不说话，就先等着那个其他人说完他再补充，因为他一定要听每个人的说话去做判断，是个非常非常较真儿的人啊，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非常认真的人。说花花是换发色了嘛？听工作说他换了银色的发色。花花没有换发色，还是黄色。他这是一个误传是吗？对。那我们就不说冲突性的，就可能现场发生了什么小事件，突发的小事件，然后大家是怎么去解决这个东西的？现场小事件，比如说那个我们在《乡村爱情》录制现场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虫子，然后大家都非常的惊声尖叫，然后这个虫子呢，飞到谁就叫，就飞到花花那儿，花花没叫，花花走过去观察那个虫子，还跟虫子玩起来了。后来那个花花拿了一个冰淇淋的纸把虫子包起来放生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当时大家哇，花花像英雄一样，那一刻觉得还是很厉害。因为他其实也是很胆小的人，但是他对这个虫子唤起了他非常有爱的好奇的心灵。然后最后拿去又放生了。那你有聆听一下花花跟那个虫子在交流一些什么吗？不知道那一刻感觉他两个在灵魂交流，就反正沟通的挺好，然后最后说，哎，您走这样。不知道，因为到那个画面当时非常的诡异，因为所有人都很害怕那个虫子。但是在场等于是我们花花算是最勇敢的，就可能其他人就真的是吓死了。面对花花只有在那一刻是比较勇敢的啊，感觉他对很多生物都很感兴趣。哎，你话里有话，什么叫在这一刻很勇敢？你的没有，花花在那个平时也是胆儿很小的啊，在那个有惊吓环节的时候，胆儿也是很小的。所以我们刚刚又分享一个花花的小故事啊，花花跟虫的故事。一个是花花拿金徽章了吗？这个保密吧，这个往后看吧。大概我们什么时候这个事情就最后一期吗？差不多。最后一期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往下看吧。这个会花花，我只能说还会给大家惊喜的。那再来一个啊，说因为你是在上周我们的这个直播里有透露花花有跳热舞，然后所以好像有人就没有看我们上场直播嘛，所以跟你确认一下，所以我们是能在之后的节目里看到。就是这周五的节目。这周五我们就花一会跳舞了，热舞哦，你说的。对，算热舞吧啊。最后一期也有，但是我有2个我个人比较感动的事情，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都有庆功宴，其实有的时候大家真的录累了就不去了，或者说大家去一下就回去了，因为已经很晚了。但是这一次庆功宴大家都去，就是只要在的啊，留下来以后大家也很自发的在聊天，在互相的感触啊，比如说像是这个花花一山，他们就会感触，你看之前来这个节目还是互踩的一个关系，到后面大家也慢慢的还会有合作啊，还会互相信任，就是彼此也是一个情感上的进阶。然后网友关心的很细致啊，就问，比如像花花什么的，庆功宴吃的多不多，喝的多不多？反正是吃到喝到我都已经走了，他还在呢啊，到很晚了，就反正没饿着自己，有吃。应该
应该没有哦。但是花花那4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这倒是我们录影，我们录影那个4天，他几乎没吃东西，因为花花是一个非常劳心的人，他是有录一个节目，他是需要思考，他也他是怕他吃多了以后他脑子就是不供血了，他怕他需要脑子保持最大的血量吧，我觉得去思考啊，所以他跟我说，他说我4天几乎没吃东西，我都吓死了，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呢？他就说我只要吃东西的话，我就怕思考不清楚啊。那看来花花真的就很重视这个节目，因为其实像我之前对花花的了解，就知道他可能为了比如说要唱歌、要舞台之前，他可能会不吃东西，就保持这个嗓子的清澈度。就是我倒是没有想到，他为了一档可能推理的综艺节目，就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就也要不吃东西，因为可能在我们看来，这期就是玩嘛，对吧？就可能对，我也挺心疼他的这点上，但是他自己就是可能也吃不下，自己还带着一个，而且他前一天晚上经常会失眠，在录制的时候，因为他会比较兴奋嘛，他会觉得说我第2天我要录制这个节目，所以他就有的时候，但是他在节目里边，他状态非常非常的好啊，他就把最好的都留给这个状态了，然后他放饭的时候也都在跟PD 一起去分析自己的线索，他就是放饭也在分析线索，已经录完了，回到杭州的路上也在分析线索啊，就是这样非常专注啊，就对工作很认真的人，对，我觉得能治花花的可能就是 baby 吧，我觉得他有他一个比较好的技能啊。那你给我们剧透一下是哪个方向呢？就 baby 是怎么治花花呢？是比如是怼他，还是说有一些什么招式，还是怎样？这个就这周5节目大家就可以看到，因为 baby 是被花花骗过的人嘛，在那个伪装者的时候 ，baby 是卧底啊，所以他就一直在回去想花花是怎么把他骗倒的，他就分析花花的这些细节、动作、表情、常用话，就发花花有身份的时候，所以说当他们2个再度有身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去观察对方。我觉得 baby 是最了解花花的一个啊，因为他深度的研究过花花的打法了。对，大家在说那花花现在卧底水平怎么样了？花花的卧底水平，我觉得这2期看吧，啊，这2期大家来看。你评价呢？你不设剧透的评价？我不行，这肯定是剧透了。我说卧底水平好，那就是当卧底赢了；我说为什么水平不好，就当卧底输了。那不是都是巨大的剧透，工作量非常非常大的啊，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压力是很大的啊。但是反正也还好，都录完了，所以我们录完以后，大家所有人都大睡一觉。昨天那个花花睡到晚上7点钟才醒，跟我说7点才醒，所有人都挺累的，都觉得哇塞，总算就是结束了啊。花花有在一个采访里表达说很感谢你，是因为你的鼓励才去参加这个节目的。然后所以刚刚有网友问说，说服花花来参加这个节目花了多长时间？我是在王牌的最后一期录制现场跟他讲的。我跟他讲的时候，他反正是非常不可置信的，他觉得哎，怎么这个节目会想到我啊？然后因为那天而且还在王牌还在录影，我说我先跟你讲这个事情，然后你回去好好的思考一次。所以花花后来也真的是，也在思考吧，直到我们录制提前2周吧，还有2周就录制，其实已经很紧张了，因为花花会说我需要跟你通一个电话，就是我要确认一下我在这个节目和这个节目到底都有哪些人，到底这个节目需要做什么，我能给节目带来什么。我觉得这个是花花需要弄得非常清楚的一个内容，所以他就给我打电话，我在电话里跟他讲得很清楚，讲的商务，我说我为什么要请你，我都请了哪些人啊，然后我说这节目大概会做什么，所以花花就补充说真的也不好意思啊，因为那个就是他必须要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这个节目里能做的贡献，对他才能决定是不是要参加。如果他来一个节目，他没有办法在里面做贡献，那其实他的参加的意义不是很大啊。当然，这个对他来讲非常挑战，因为花花，就是本身不音乐类节目，它只是音乐类节目嘛，它不像音乐类节目的，邀请他不是音乐类节目，只有我敢
去邀请他上非音乐类型节目，王牌也是。但我觉得花花已经，我跟他说，我说你音乐上的才华大家都看到了，我觉得需要大家去发掘你其他方面的才华，我觉得去看一下新的角度的你。但我也非常高兴给他就是最后还是选择来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没有后悔。就等于是其实从蒙探收官的时候就基本上有这样的一个意向了，后面就可能就是想王牌收官的时候，对，因为王牌收官我就要入蒙探了，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就刚开始，其实花花是我们最后一个才邀的人，之前没有邀花花，之前就是邀了其他人，但我总觉得说，其他人的阵容里，我觉得缺一个鲶鱼，就这个鲶鱼，就是首先他可能跟大家没有那么熟，因为你像依山丹姐啊，包括 baby 啊，沙一哥啊，大家都太熟了，都是好朋友，彼此了解。鲶鱼它的作用就是我选跟大家都没有那么熟，然后呢，我甚至跟大家也不是说上来就很亲近的，但是我有非常强力的一个本领，我去搅动这个池子，这就是鲶鱼的功能嘛。所以我当时觉得花花应该是这个鲶鱼，他来了之后，他包括他去分析，他分析会带动大家一起分析，带动大家去思考所以我觉得，而且花花跟大家也不是很熟，因为他不是一个很擅长去跟大家经常交际啊、聊天啊这些，他不是这样的人所以说我觉得来这儿以后，大家就哇也很惊讶，后来慢慢的就也都会也会享受这个思考的这个氛围。所以他也确实做到了自己这个鲶鱼的这个效应，在这期节目里。是的。那如果让你必须以很严格的导演身份向蒙探的每个成员提一个录制改进建议，你会分别跟他们提啥？然后沙哥希望能多锻炼一下自己的这个rap 水平吧，唱歌水平吧。沙哥跟这个娜姐在我们这个最后一集里面唱一首歌曲我们录了8遍，因为沙哥永远跑调，沙哥又要真唱。后来我们就是因为录制很晚了，大家都觉得说怎么还跑调。后来那英姐把花花揪上去了，一字一句的辅导沙哥怎么唱，然后娜姐把花花揪上来去辅导。花花呢给他的就是建议就是希望以后不要老吃我们的道具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道具的这些菜都被花花吃光了，让他不要。然后弹幕网友也有说你不要老想着让我们的嘉宾少吃道具，你下季多准备点道具不就行了？已经准备2份了，已经备着花花都吃完的这个可能性。大家听到了我们已经按 double。对那如果比如你手里只有2枚金徽章，就是我们不涉及剧透就只是说问你会想颁给谁这一季，原因是什么？简单分享就好。2枚金徽章，我觉得首先肯定给花花1枚吧。我觉得这个大家也都感受到，他很会带领大家去分析，帮助大家去做很好的分析吧。然后有网友说，可是花花现在都没有金徽章，我们不是说了吗？我们最后等一下最后一期呢，要不然因为我们对，你们等到后面吧。对他拿了目前最多银徽章，我们在最后一期的时候，所有人拿的金徽章、银徽章都会换成分数的，都会换成他们的票数的。那花花拿那么多银徽章换成票数是非常惊人的那我们知道，像小童花花，因为人家是王牌家族嘛，然后现在又有蒙探家族，所以小童到来之后，你觉得花花是有坚守我们蒙探家族的荣誉，还是本期有倒戈到了就是王牌家族那边比较向着这个就得看节目吧，这个就剧透了。这涉及剧透，就涉及到他们的人物的关系，可能是。对，是的。行，那我们就看节目看我们这个兄妹表现怎么样。花生，你吃过多少巧乐兹？哇，还真的，我觉得可能没吃饭就靠巧乐兹吃吧，吃了好多，每次给他都会吃我觉得不只是为了拍你们广告，他真的吃。对，他还会给大家发巧乐兹吃。弟弟和花花下象棋真的没录，因为我们也需要一点私生活嘛，所以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是录制都结束了，大家我们是所有人都撤场了，就一般就是我们录完以后，我们说杀青收工，然后所有人都回酒店了，艺人回酒店，金人回酒店，那一刻只有刘耀文没有回酒店跟花花，因为在下象棋，因为在所有撤场的这相比，就是一定要把象棋下完才能回，所以那一刻已经没有人了，只剩了这个下象棋的这个身影。就那个花花东北话谁教的？丹姐一句一句，就像花花教沙哥唱歌一样，丹姐一字一字的在教花花说那个东北话
丹姐图啥呢？是想培养一下喜剧？但没有花很想挑战东北话。我明年会在相声小品的舞台上看到花花老师的表演。对，录完蒙太，你不觉得花花有很多可能性吗？花花反正是很喜欢东北，很多艺人都很喜欢东北。